你好，欢迎来到报社频道。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聊那些主流媒体反复播放过的内容，咱们得聊一聊那些被他们刻意忽略的，或者是根本不敢报道的真相。信息战每一天都在进行，很多的新闻我们都要随时关注的。那这期视频我集中聊4条重磅的消息，可以说每一条足够让华盛顿和纽约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冷汗直流。川普总统刚刚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对话，他的背叛者翻供了。纽约最大的民主党金主突然的倒戈，怒斥左派全疯了。詹姆斯·奥基夫在阿拉斯加又立大功，揭开了选举漏洞的遮羞布，还有关于那些非法移民，关于他们吃掉宠物的证据，现在终于是浮出水面了。系好安全带，今天的猛料很多，我们直接开始。第一条，让我们聊一聊让整个的律师界和建制派都大跌眼镜的事件。川普总统刚刚做了一件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他接受了那个曾经他最亲近，后来伤害他最深的人的采访。没错，就是迈克尔·科恩。我们可能都知道这段历史。迈克尔·科恩曾经是川普的多年律师，也是所谓的开箱人。就是当时纽约的司法机器开动，这些左派把很多的案子，数不清的案子都堆在了川普身上，想把川普打垮。这个时候，迈克尔·科恩选择了背叛，他站了出来，对着镜头，对着法官说了一大堆针对前老板的话。这个时候整个的左派媒体把他捧成了英雄。那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姆斯和纽约地方检察官布拉格都把科恩当成了手中最锋利的刀，试图用这些指控把川普送进监狱。但是这个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真相可能会迟到，但他从不缺席。这一次迈克尔·科恩出现在川普总统的广播节目上。注意这不是川普去找他，是他让川普上节目，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在这次采访当中科恩说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往事。他告诉川普总统，当年纽约的那些人是如何利用压力和恐吓来逼他撒谎的。他承认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背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逼出来的，被逼到了绝境。那些人甚至以性命相要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川普终身监禁。那么这种程度的司法腐败，简直是令人发指的。那最精彩的部分是川普总统在访谈中的回应，这一段我必须念给大家听一听。川普总统非常平静，但又非常有力量地对科恩说，他们利用了你，他们利用了太多的人，我尊重你最后翻供，并说出全部的实话，这非常了不起。你将作为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被世人铭记，因为你做了很多人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我保证你的家人会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大家听听这种气度，一个曾经被这个人几乎毁掉政治前程，甚至人身自由的人，在面对对方忏悔的时候，表现出不是怨恨，而是宽恕和尊重。那从这个画面里，你能看到左派媒体口中描绘的独裁的形象吗？这分明就是一个真正强者的姿态。现在回头去看事情已经非常的清楚了。纽约那场闹剧般的法律诉讼完全就是一场针对政敌的构陷。他们就是在勒索，就是在施压，逼迫证人按照他们的剧本念台词，好实现他们把川普关起来的政治目标。那我们现在知道了，科恩顶住了压力，他把真相说了出来。那至于布拉格和詹姆斯这些人，我希望全美国人民都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他们就是邪恶的骗子，是滥用职权的典型。那即使法律暂时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历史的耻辱柱也一定会给他们留下位置的。川普赢了，这是奇迹吗？不是的，这是真理对谎言的胜利。
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和这位权力士进行一次疗愈性的对话，本身就证明了一件事情：那些想要摧毁他的人，最终呢只会暴露自己的丑陋。那第二条是民主党的纽约大金主突然的叛变了，民主党的财政遭遇了大地震。如果说科恩的反转是道义上的胜利，那么这条消息就是现实政治中的重磅炸弹。我们都知道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和提款机。华尔街的那些富豪，好莱坞的那些明星，还有硅谷的科技新贵，过去呢他们都是给民主党捐款的。但是最近风向开始发生了变化，纽约州最有权势的商界人物之一，亿万富豪詹姆斯·多兰刚刚做了一件让整个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吓得发抖的事情。多兰是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纽约尼克队、纽约游骑兵队，还有呢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老板。他不仅仅是有钱的问题了，他是纽约地标性的象征性人物。过去呢，他是民主党的顶级的捐款人，写支票从来不含糊。但现在呢，他公开宣布，我不再支持民主党，转而呢把巨额的资金投向了共和党。据报道，多兰已经向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克曼呢捐款了140万美元了，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挑战现任的州长凯西·霍楚尔。那多兰给出的理由非常的直接，甚至呢可以说是愤怒。他说现在的民主党已经完全疯了，失去了理智。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太重了。他不仅仅是批评政策，他直接呢否定了民主党现在的文化。多兰的团队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法忍受纽约正在推行的极左的社会主义议程。那我们来盘点一下多兰眼睛里纽约的现实：高税收赶走了企业和人才，庞大的政府干预让做生意的人呢寸步难行，无底洞一样的支出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有呢，那些庇护城市的政策，把非法移民的福利看成是比纽约本地居民还重要，更不用说那些反商业的监管条款，直接就给纽约的经济脖子上套上了枷锁。多兰直言不讳地说，像马姆达尼这种人推动的是社会主义的议程，正在毁掉纽约。他说他搞不定马姆达尼，但至少呢，他要尽一切的努力把那个不作为的、放任纽约堕落的州长换掉。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连那些曾经纵容左派的超级富豪们都受不住了。他们曾经以为捐款给民主党是为了买平安，是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但现在他们发现了，民主党想要的不是他们的钱，而是他们的命，想把纽约改造成一个像南非、像委内瑞拉一样的实验场。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共和党大金主罗纳德·劳德，也已经砸了1100万美元支持共和党人里泽尔丁。这说明什么？说明纽约正在发生一场政治海啸。如果明年纽约真的翻红，选出一个共和党的州长，那将对整个的美国的政治版图的冲击将是核弹级别的，那将直接粉碎民主党的财政幻想了，也会让2026年的中期选举变得更加充满悬念。如果共和党在纽约这样的地方能够拿下州长这个职位，那翻转几个众院的席位简直就是顺带手的事情了。那民主党正在失去那些建设者，失去那些真正创造工作岗位，让城市运转起来的人。当那些大金主都开始跑路的时候，那民主党的根基应该是彻底的烂掉了。接下来第3条是关于选举诚信的话题，这个话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有点像谍战片。那詹姆斯·奥基夫最近发布了一段卧底调查的视频，直接把阿拉斯加的选举系统曝光了。这段视频会让每一个相信选举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人感到后背发凉。那詹姆斯·奥基夫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他是一位著名的保守派的调查记者，以使用隐藏摄像机进行卧底调查而闻名的。简单来说，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真相工程的创始人。
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揭露腐败、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那奥基夫和他的团队会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接近目标人物进行秘密录像。他们曾经假扮过意外怀孕的情侣、电话工人，甚至是基地组织的前头目本拉登，用这种方式来钓鱼，以获取他们认为能够揭露问题的素材。在2016年大选期间呢，他们通过卧底视频曝光了民主党的一些真相，揭露了很多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黑幕。那么这一次他们做了什么呢？这一次的事情是这样的，在阿拉斯加初选期间，那奥基夫团队的一名成员走进了安克雷奇的一个投票站，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报出了一个名字，说自己是布莱恩·莫尔科斯基，并声称自己是参议员丽莎·莫尔科斯基的兄弟。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只是看了一下选民名册，确认有这个地址，然后就轻易地把这张选票递给了这名卧底记者了。当然了，奥基夫他们也没有把这张选票呢投进投票箱。如果用这种方式获得的选票真的投进去了，会出现法律纠纷的。那还没有完这件事情，奥基夫团队呢又进行了第二次测试，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是莫尔科斯基州主任的名字，结果呢一模一样，畅通无阻，没人要求看 ID。 想想看这什么概念呢？有人走进投票站，随便编个名字，如果名字呢恰好应对一个活人，他就能够投票了，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这种事情在佛州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核对你的身份才能够获得选票，才能够投票。那奥基夫揭露了一个事实，恰恰证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美国法案。这里有一个故事了，参议员丽莎·莫尔科斯基，他呢一直嘴上说原则上支持呢选民身份证明，但是呢就是不愿意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这项法案，就是拯救美国法案。他一直只是口头上支持，但是就是不投票。为什么他反对呢？因为他恨川普，恨到宁可让选举系统的漏洞百出，也不愿意让这个法案通过，也不愿意让川普呢赢得这个政治胜利。那最恶劣的还在后面呢。在奥基夫发布视频后，莫尔科斯基办公室的反应不是去补救这些漏洞，不是去调查那些不查 ID 的工作人员，而是暴跳如雷，威胁说要对奥基夫采取法律行动。他们说要罚款，要起诉，要把奥基夫送进监狱。你看看这是何等的双标！实际上真正犯错误的是那位不作为的选举官员。奥基夫他们的人呢也没有把票投出去，何来欺诈呢？我说了，只要你不投票，拿到选票没投就没有违法。但是选举官员未经核实就递出了选票，这本身就是失职，应该调查的是他们。而现在呢，他们想用权力来压制那些吹哨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了。这个国家那些政客们宁可让选举系统充满不确定性，也要阻止拯救美国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呢，他们想要的就是这种混乱，他们就是想让那些没有资格的人也能够投票，尤其是民主党人，他们想做的就是这样。最近呢，有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说了，应该全民投票，让所有的人都应该投票，只要你在美国就能够投票。这完全就是在诋毁美国的宪法。阿拉斯加这件事情呢，给全美敲响了一个警钟。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了。我们不能在便利性和安全性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两者兼得。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只需要核对呢你的美国身份，这很难吗？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那些腐败的政客不想让它变得简单。那最后一条我想说的是关于川普总统那句曾经被嘲笑的经典名言。那还记得在2024年大选期间，川普总统曾提到一句话，他说呢，那些非法移民正在吃掉你们的宠物。当时呢 CNN、MSNBC 那些左派媒体，还有那些所谓的喜剧演员，简直把这句话当成了天大的笑话。
做了几千个讽刺的视频，说这是阴谋论，这是疯子在说胡话。但是所谓的阴谋论现在正在变成血淋淋的现实，证据就来自于西班牙。就在最近随着将近8万名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大家都看了那个视频了，当地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当地的动物保护人员报告说，猫正在大规模的失踪，就很多猫找不着了。人们发现一些被肢解的动物尸体，甚至有些鸟类的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咬痕，还被咬掉了一部分。当地的媒体试图轻描淡写的说，不急于下结论，说他们要通过程序去调查，但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懂发生了什么。当成千上万绝望的、饥饿的非法移民涌入一个资源有限的城镇，这个城镇本身就没有多少人，来了8万多人，他们没有食物，没有住所，没有搭建的临时营地，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他们偷窃，会闯入民宅，会抢劫商店，都做了。当然了，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那些街上毫无防备的小动物。这可不是什么种族歧视，这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的本能和动物本能。把一群饿疯了的人放在一个没有食物供应的环境里，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动物变成了食物。西班牙发生的事，就是美国某些边境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预演。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据显示的犯罪率的上升，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明的退化，是社会秩序的崩溃。那些左派媒体现在对西班牙的报道一片的死劲，他们都已经不说了，他们不敢跟进，因为一旦跟进就等于承认川普总统当初说的是对的，承认他们用了1年半的时间在欺骗公众，他们是在替那些非法移民洗白，他们宁愿捂住耳朵，堵住眼睛，假装那些失踪的动物只是迷路了。他们根本不会报道这些事情的。美国民众只能通过奥基夫这种调查记者来获得这些信息，是不是？是这样情况。如果不看到这些视频，你根本就不知道；不看到这种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在休达发生了什么。那美国人可没有这么健忘。我们看到的是，当拜登上台，边境开放之后，我们的社区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是那群号称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主党人，在保护那些入侵者，却把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安全视为草芥。他们的动物不安全，他们的财产也不安全，他们的街道也不安全，而这一切都被贴上了包容的标签。那现在证据就摆在了面前了，那些曾经嘲笑川普总统的人，现在他们的脸应该都被打肿了，他们欠美国人民一个道歉。但我知道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勇气道歉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编织的谎言世界里。好了，今天这4条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川普总统赦免背叛者的灵魂，展现了一个强者的胸怀。那纽约最大的金主抛弃了民主党，预示着民主党财政链的断裂。阿拉斯加的卧底调查揭示了选举舞弊的冰山一角。而西班牙的惨剧证明，关于非法移民吃宠物的警告从来都不是笑话。这个世界很疯狂，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但是在这个混乱的现实里，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频道里，我们会把一些左派媒体刻意隐瞒的真相分享出来。我们可能无法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哪些信息是值得分享的。那好了，这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花时间观看这期视频。随着2026年选举临近，更多的黑幕，更多的反转都会陆续的出来。我们需要你的支持，才能够让这些声音不被淹没。谢谢你的收看，下期视频我们再见。